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逼仄的会议室里，湿哒哒的成人纸尿裤让我感到又痒又难受。但业绩汇报会还没有结束，我只能忍耐。这时，直属上司刘汉的目光忽然扫过来，凝视了我的臀部1秒，接着勾起了一抹耐人寻味的笑容。没错，我裤子里的成人纸尿裤是被刘汉逼着穿上的。上周，刘汉把我叫到办公室数落了一通，骂我在这里已经干了5年了，一点贡献都没有，每月的业绩垫底，还好意思留在这里吃公司的饭，喝公司的水。他把一包成人纸尿裤扔到我面前，你以后就穿这个上班，每天只许上2趟厕所，还有出去找财务，这包纸尿裤的钱从你的工资里扣。每个字词在我耳边是如此的刺耳，我的心里瞬间像是被砸了一块石头一般，如鲠在喉。我当时就想把那包纸尿裤甩在刘汉脸上，可我不敢，因为在这座城市里，我没有退路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爸妈就因为意外去世了。我读完高中，就从农村里出来到这座2线城市打工。在这座拼学历、拼爹妈的城市，每一个人都卷得不行，而我就像浪涛里的一颗小沙粒，似乎卑微的肉眼不可见。我洗过盘子，当过服务员、生产普工，好不容易找到这份靠努力就可以获得更多回报的电销工作，用这些年的辛苦钱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。为了这个，我拼命工作，无休无止的加班。可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业绩就是上不去，次次被刘汉当典型批评。我也想过辞职，但现在经济大环境很差，连我们这小破电销公司都在成天想各种办法逼老员工主动离职，节省成本。我又能找到什么好工作呢？如果失业，我的房子就会断供，被银行收走。现在的我像拼命捉住稻草的溺水人一般，只能死死抓牢这根救命的稻草。忽然，肚子里又是一阵抽痛，我已经快忍到极限了。终于，业绩汇报已经结束。就在我松了一口气，以为可以去厕所换一块尿片的时候，刘汉又开口了：“散会。张小琴，留下来聊一下。”其他人都回自己的工位上，其他同事鱼贯而出，只留下我在会议室，跟刘汉四目相对。怎么样？还习惯吗？他的手向我的臀部伸去，我心中一紧，猛地后退一步，躲开了那只手。刘汉眼里的笑立即变成了讥讽，他把我从上看到下，那打量的眼神充满着不屑和狂妄，扫射着我身体的每一处，好像我是赤条条的裸露在他面前一般。极大的羞耻感汹涌而上，我把恨意深深地埋在我的拳头里，我紧紧攥着拳头，我挤出勉强的笑容。请问领导，有什么事情需要交办的吗？张小琴，看看你上个月的业绩，我有时候真想问问你，一个索然无味的废物，非要死赖在这里干嘛？我很努力的在工作了。我咬住了唇，努力。刘汉趁我不注意，狠狠捏了我一把。你的努力都不如我想出这个法子，让你这个废物又好像有那么一点用处了。还得是我，如果不是我，你这周的销售额能够得着旁边林小慧的尾巴吗？你能不能学学人家，又漂亮又聪明，一点就通，哪像你，整天像块木头一样，死脑筋。过来，让我检查一下你的纸尿裤，看看你今天上午有没有偷偷去厕所。就在刘汉要朝我扑过来的时候，有人敲响了会议室的门，他急忙收敛了自己的动作。我已经是一只惊弓之鸟，慌忙地跑出了会议室。怎么啦？刘秃子又欺负你了？
林小慧递给了我一包薯片，我感谢地摆了摆手。她是我在这里唯一感到的慰藉。我俩是同期进来的，碰巧也是同乡，所以比较投缘。有时候我也在感叹，缘分真的很奇妙。明明我俩就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人，他个性张扬，爱买各种名牌，而我比较节俭，东西能不能用，绝不会买新的。在公司里像透明人一般存在，可他依然不会嫌弃我，知道我拮据，会把好吃的留给我一份，会把自己未拆牌的衣服低价卖给我，让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温柔和善意。所以哪怕有一天所有人都跟他敌对，我也会义无反顾地跟他站一边。你还好吧？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轻声地对我说。我倒吸一口气，摇摇头。他眉头紧皱，鼻子微微皱起，眼神向我上下打量。张小琴，你有没有闻到一股臭味？我愣了一下，心跳加速起来。我的纸尿裤满了。我强颜欢笑，摇摇头，偷摸用黑色袋子包着纸尿裤，小跑进洗手间。我狼狈地换着纸尿裤，心里难过起来。难道我真要继续忍下去吗？终于熬到下班，到车站的路上，我忽然发现自己的房间钥匙放在办公桌抽屉里，忘记拿了。折回屋灯火灭的办公室时，发现刘汉的办公室的灯却亮了，依稀听到了林小慧的声音。我凑过去仔细一听，刘总，您可太厉害了，竟然让张小琴穿纸尿裤上班，难怪今天她凑过来就闻到一股臭味。林小慧的声音变得尖锐起来，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。没办法，谁让她不懂事，又一直赖着不走呢？对了，他那几个维护的不错的大客户，你都考走了吧？我听了通话记录，有好几个预定了藏品呢。刘汉发出低沉的笑声。白天趁他上洗手间那会儿，我就把他电脑里的客户白名单都拷下来了。那几个大客户归我，其他的就分给其他姐妹了。我敢保证，他这个月肯定喝西北风，看他还怎么还房贷。哦，那你该怎么感谢我啊？办公室里，刘汉猥琐地捏起了林小慧的下巴。哎呀，刘总你好坏。林小慧压低了声音，今晚你来我家。我感到呼吸困难，一阵眩晕感冲上了脑袋。万万想不到自己业绩这么差，原来是他一直在背后偷偷设计我。被背叛的感觉一下子突破了我最后的心理防线。原来啊，这就是社会，表面跟你情同姐妹又如何，背后还不是给你插刀。我用手捂着自己的嘴巴，生怕自己的啜泣声让里面的人发现。我大步流星地往外走，眼泪鼻涕一起流着，哭得不成人形，瘫坐在江边的大桥上。在这世界上，我已经举目无亲，想不到唯一的朋友竟然一直都在陷害自己。我好累，好痛苦啊！谁来救救我？活着有这么难吗？此时手机响起，我接收到了一条短信，是银行发过来的信息，大致是说我老家住的村子拆迁，每户家庭拆迁款1000万，已打到户主的银行账号上。我突然清醒起来了，擦干眼泪鼻涕，我不是做梦吧？我颤抖地打开了手机银行，收款明细确实有这笔钱。因为这天降横财，我心跳不停地加速起来。这下子房贷不就能还清，而且不用再受刘汉和林小慧的折磨。我擦干了眼泪跑回家，把所有纸尿裤都扔进了垃圾桶。之后我跟公司请了几天年假。房贷还清那刻，我如释重负，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，手里还有余钱，心里充满底气。要是我现在辞职潇洒离开公司，
那岂不是便宜了他们？以前受过的欺负，凭什么不能以牙还牙？几天年假休完，我踩着新买的高跟鞋，穿着新买的连衣裙，昂首挺胸地来到自己的工位上，换了个新发型，化了个淡妆，感觉自己整个人都亮眼了起来。一整个组的同事都定眼望着我。张小琴，没见几天，你怎么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？林小慧一脸惊讶地问我。呵呵，这个碧池又开始表演了吗？那我就开始奉陪了。我淡淡一笑，没什么，赚钱就是要花，又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钱，哪像那些只会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情的人，赚来的钱恐怕都要背着良心花吧。我轻蔑地望着林小慧，林小慧顿时石化，一时语塞，整个人呆住。你真会说笑，我发现自从你请假回来后，整个人变化倒是挺大的。他强颜欢笑起来。是吗？那得谢谢某些人的鼓励，回头我得好好感谢他们。我眼睛死死地盯着他，他似乎感受到了我的挑衅，脸容变得冷峻起来，低声哼了一下，对我翻了一个白眼。我一如既往地打开了电脑的白名单，开始了自己的工作。休息间隙，我去了趟洗手间，同时也在等于上钩。我坐回自己的工位，心里默念5、4、3、2、1啊！怎么回事啊？我的电脑怎么全是雪花？林小慧尖锐地叫喊起来。我压抑住自己开始往上扬的嘴角，还敢偷偷复制我的客户白名单了。这回里喜欢吗？这可是我可花钱买的最新款病毒，得花上1个月时间才能修复好呢。看这个月谁业绩垫底。他急躁地拨打了技术部的电话。什么？要那么久？我电脑里面可是有许多重要客户。他恼羞成怒地摔下电话。他越是这样，我越开心。怎么啦？电脑坏了吗？我假装一脸关心地凑过去。人跟电脑也一样，坏了就得收拾收拾，你说是不是？我把头凑到他耳边，轻轻地说道。林小慧整个人气到发抖，脸色涨红起来。原来是你害我！林小慧伸手抓住我的头发。张小琴，我要弄死你！她大声嘶吼着，吸引了同组的同事过来围观。她举起手，一巴掌有力地向我的脸扇去。我一把抓住她举在半空中的手，同时给了她肚子一脚。她痛得松了抓住我的手。你想干嘛？这可是在公司，你以为在你家吗？他发现越来越多人走过来围观，整个脸僵住，一脸难堪地跑去洗手间。围观的同事见状便散开回到自己工位上。亲爱的林小慧，你应该不知道，这也只是我给你的小小警告吗？我都还没开始正式惩罚你呢，你要坚强一点，知道吗？张小琴，进来我办公室一趟。刘汉急躁地叫了我去他办公室，让我不要关办公室的门。他看到我，眼神定住了，露出干笑，指了指我。怎么，现在年轻人流行起麻雀变凤凰吗？我对他翻了翻白眼。他突然暴怒了起来，用力地拍打桌子一下。你看看你自己，业绩每个月都倒数第一，都已经穿上了纸尿裤了，还真有脸打扮。办公室外面的同事们突然一阵骚动，我脸色沉下来。我知道他这样做就是想让我难堪，让我无地自容。可这次我倒是希望他能变本加厉地好好羞辱我。他见我脸色如此难看，他更加来劲了，把桌子上的计算器扔在地上。你自己算算你来了多久，看看你这颗老鼠屎在这里搅了多久。他指着我的鼻尖开始劈头盖脸地骂我。我捡起被扔在地上的计算器，继续站在他面前。换做以前的我肯定觉得委屈、羞耻，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忍耐，但
现在的我只希望他骂得越过分越好。养条狗还会摇尾巴，不知道留你在这里有什么用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如果这个月的业绩还是倒数第一，你自己找好后路，还不赶快滚回去工作？刘汉气急败坏地指着我鼻尖，让我出去。我脸无表情地转身就走。尊敬的刘经理，请你记住你现在的样子，今天你有多嚣张，明天你就有多狼狈。林小慧见状，满脸嚣张的斜眼望了我一眼，然后轻快地敲着键盘。有些人确实需要收拾收拾，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。你说是不是？张小琴，他停下了正在打字的手指，转头望向我，向我歪嘴邪笑。我内心一阵冷笑，我就想看看你能得意多久。我低头不语，继续忙自己手头上的事情。值晚班的最后一个同事关灯后，刘汉办公室的灯依然亮着。我偷偷摸摸地躲进洗手间，戴上了耳机。刘汉万万也没想到，我会趁着捡计算器的间隙，把偷听器放在了桌角后。哒哒哒，我听到了高跟鞋的声音跟关门声。汉哥哥，这次真的辛苦你了，为了替我出这口气，冒着被上面约谈的风险，也要把那个女人裁掉。你人真的太好了。林小慧的声音变得娇滴滴起来。你知道的，我不允许别人欺负你，何况是那个垃圾。刘汉得意洋洋地说道。来，坐我腿上，我好久没抱抱亲亲我的小可爱了。你干嘛？这里是办公室哦。放心，全部人都下班了，就是在办公室才有激情。紧接着是丝袜撕扯的声音，还有阵阵娇喘声。这对狗男女，看你们还能高兴到什么时候？我露出了满意的笑容，趁着他们忘情的苟且的时候，偷偷溜出了办公室。第二天，我悠哉悠哉地来到了刘汉办公室。刘汉正春风得意地整理着自己的头发，忽然看到我出现在他面前，吓一跳，立马严肃了起来。我双手环抱在胸前，冷笑了一下。刘经理，昨晚我为了拼业绩加班到很晚，就是偶尔从你办公室传来了点声音，好像是您的声音，又好像是别人的声音，你能不能帮我辨认一下？我假装一脸无辜的样子，拿出了录音笔，播放着昨晚他们苟且的声音。刘汉瞳孔放大，难以置信地望着我，他脸露难色，似乎在强忍着怒气，强挤出一丝笑容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只要你把你手上的录音笔给我。他的声音甚至带着一丝颤抖。我拉开了椅子，坐了下来，淡淡的来了一句：5年了，还是第一次坐着跟你谈话。我就长话短说了，除非你把林小慧裁掉，不然明天公司的工友，我可不保证会不会有什么不堪入耳的东西。我气定神闲地说道。看似表面我波澜不惊，实则内心很激动。做着跟刘汉谈判这个小小的动作，其实早已在我脑海里幻想过无数遍。刘汉一脸尬笑，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流下，他掏出了手帕擦拭着汗珠。高层的指示是不能主动裁员，不然会被要求承担公司所损的业绩。好歹我也带了你5年，这次能不能直接把音频删掉，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，咱们算两清了。他不停地擦拭着额头的密汗，恭维地笑着，脸上的横肉往耳朵方向提着。我可不想跟他继续拉扯下去，我就是要让林小慧体会一下被背叛的感觉是什么味道。我想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。下午2点前，我要知道你的选择。我把玩着手上的录音笔，充满玩味地看着他慌张闪躲的眼神。成年人啊，是多么的不容易。
假如你以前能稍微的尊重我一下，也不至于落到如此的地步。不一会儿，旁边的林小慧就接到电话，她突然站起来，一脸震惊，眼睛瞪大。挂掉电话后，她转头望向我，发疯似的抓住我的手：“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搞的鬼？让公司辞退我？”说。剧烈的疼痛感如深入骨髓了一般，刺激着我的神经。我用力地甩开这个发疯的女人。神经病啊！她眼眶逐渐变红，扯着我的衣领：“你这个贱女人，是不是你？”她歇斯底里地尖叫着，吸引了周围的同事围观。我用力甩开她的手，一巴掌甩过去，内心的快感从脚尖贯穿脑髓。是我裁掉你的吗？是你最喜欢、最信任的刘经理。他极其生气，喘着气，充满怨气地望着我。我把头凑到他耳边，轻轻地说道：“你的刘汉为了他自己，竟然会毫不犹豫地把你辞退了。”我充满玩味地冲他一笑：“林小慧，还是得谢谢你，让我知道，职场上越是亲近的人，越是有可能在你背后捅刀子。”他抓狂起来，坐在地上撒泼起来，崩溃大哭。2个保安拉着他的手臂，扯着他站起来，带他离开办公室。“我不会放过你的！”他恶狠狠地盯着我，咬牙切齿挤出这句话。我暗自窃喜，从他被辞退的那刻起，我注定是这场报复的赢家了。裁了林小慧以后，他承担了林小慧的业绩考核，也已经够呛了，不可能再裁任何人。况且我也在静待一个时机。隔天，我回到办公室，发现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盯着我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都有人小声议论着我。我心头一紧，难道刘汉又作妖？果不其然，我打开电脑邮箱，收到一封从陌生的外部邮箱发来的邮件。打开邮件，是一段在办公室苟且的小视频，里面的女主正是我，而视频里的那对话，正是我之前录下刘汉跟林小慧苟且的那段音频。只是男生经过了变声，女生变成了我的声音，我被换脸换声成了视频里的人了。刘汉，我真的很佩服你，这种缺德的事情都干得出来。我压抑着心里的怒火冲上发梢，一个径直地往刘汉办公室走。我挤出勉强的笑容，刘汉似乎预知了我会到来，倒是一脸春风得意，双手抱胸，面带春风望着我。我假装一脸淡定，轻蔑地望着他。你以为你搞出这种玩意就能逼我走？我干笑了一下，傻得可怜。我就喜欢你看我不爽，但又干不掉我的样子。我摇摇头，假装一脸惋惜的样子。刘汉的笑容瞬间僵住，那副得逞的嘴脸开始收敛起来。现在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了你的脏事，你放心，总部的人会处置你的。我怕了吗？打从还完房贷的那刻起，我就决心跟你们死磕到底了。我要把我以前受过的屈辱一一还清。哼，那我等着。我依然不屑一顾，转身离开后，我花钱找了个程序员，把这段视频发给了程序员，让他复原。但程序员却表示无能为力，因为这段用的是最新迭代的 AI 技术，所以暂时还没有对应的复原程序，只能找制作这段视频的程序员拿回原片。这下子可把我整焦急了。这种情况报警也没用，因为视频也没有指名道姓是我本人。如果总部那边派人下来了解事情，并且解雇我，那不是便宜了刘汉？视频是从外部邮箱发过来的，我试图从这个环节寻找突破口。我让程序员找到了这个邮箱的归属地址，顺着这条线索，终于找到了发出这条视频的人，原来是林小慧。
我拨通了林小慧的电话，对面那头似乎也早已知道我会打电话给他。等你电话很久了，张小琴。他语气出奇的平静，似乎以前的撕逼从未发生过。我俩约在了一家咖啡厅里，林小慧穿着一件碎花长裙，化着淡淡的妆容，似乎在过着比较优渥的生活一般。她放下咖啡，抿了抿嘴边上的泡沫。刚开始确实很生你的气，但仔细想想，刘汉也是很薄情。是啊，人与人之间哪有什么情比金坚，也只有钱不会背叛自己了。他自嘲的一笑。是的，刘汉给了30万我，让我找人搞出这段视频，我也只是收钱办事而已。我内心有些不舒服，对他翻了个白眼，真是个唯利是图的人。说吧，你要多少钱？他识趣的笑了一笑。10万，买我的母片，下周我就去加拿大，永远不回来了。他撩了撩自己的头发，似乎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。原来是早有预谋啊！这张小琴一开始就是想两头吃。不过10万能把刘汉按在地上摩擦，那也值得。我爽快的给钱，拿到了母片。不出所料，几天后，总部稽查科派人过来了解情况。我拿出了母片，并向总部稽查科的人解释，这一切只是刘汉的恶作剧。我缓缓地拿出张小琴的录的解释，播放给总部的人听。很明显，林小慧是受刘汉指示，而且林小慧在解释视频里添油加醋。总部稽查科的同事更是对刘汉关注了起来，好像一切的一切都在为我助攻似的。此时，我把一只 U 盘交给了他们。很快，集团稽查科在邮箱发了公告，向大家澄清我的清白，流言不攻自破。大家甚至怀疑是刘汉搞的恶作剧。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很快，总部稽查科的同事便找上门来，是时候把刘汉按在地上摩擦了。我兴冲冲地来到了刘汉的办公室，刘汉正在盯着电脑屏幕一动不动。想必他知道这个结果后，整个人都傻掉了。我拉开了他办公室的窗帘，刺眼的阳光洒满了房间里每一个阴暗的角落。刘汉用手挡住了阳光。你在干什么？他嘶吼着。我用力地把纸尿裤摔在他眼前，他似乎被吓到，整个人弹了起来。办公室外的同事开始在窗外围观了起来。刘经理，之前您给我的纸尿裤，恐怕现在你比我更需要了。我得意洋洋地说。你发什么疯？刘汉把纸尿裤都甩在了地上。他开始抓狂起来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就要辞退你，管他妈的业绩，老子即使不要薪水，也要你马上滚！他气急败坏地跳起来，脖子上的青筋冒起。滚！要滚的人是你吧？我对他轻蔑一笑。哦，不对，是送别你。刚刚给你的纸尿裤是送别礼物。你什么意思？他激动地抓起了我的衣领。松开你的臭手！你这个德不配位的狗杂碎！我立马对他。这一刻，我等了很久。此时，门外进来了几个保安和总部稽查科的同事。保安马上控制住他，他一脸惊讶，整个人声嘶力竭着：“放开我！放开我！”他用力挣脱着。你好大的胆子啊！竟然偷偷地挪用公款，以为能瞒天过海。我双手环抱，走到他身边，眼神上下打量着他。他突然慌张起来。我没有，一定是你这个婊子搞的鬼！放开我！他整个人近乎失控起来，用力地挣脱保安，大喊大叫。他越是失控，我越是兴奋，我的心跳加速。眼前这个折磨了我5年的上司，终于迎来了他应有的惩罚。是的，就是在我偷偷装窃听器的时候，
也听到了他跟林小慧的窃窃私语。于是我暗中花钱请私家侦探调查，经过1个月的跟踪调查，发现他经常去银行打流水。几番周折下，终于发现他私底下挪用了公款去赌博。我偷偷地收集了证据，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会交给总部稽查科处理。谁知道这刘汉这么一闹，让我逮到了机会，能面对面直接跟总部稽查科的同事沟通。于是顺理成章地把里面包含他挪用公款的证据的 U 盘交给总部稽查科的同事。刘汉被保安拉出了办公室，直接带上了警车。我盯着警车慢慢地离开办公大楼，逐渐消失在我的视线里。他的手向我的臀部伸去，我心中一紧，猛地后退一步，躲开了那只手。我趁可没过多久，一位警察也把我带到了局里，说是录一份简单的口供证词。只是来到局里，却意外发现了林小慧也在接受调查。听警察说，刘汉很快地承认了他挪用公款的事实，并且供出了林小慧是他的同伙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林小慧在临上飞机前还是被押进来审问。录完口供后，我经过另一间审问室，看见刘汉跟林小慧都坐在一起等待审问。林小慧满脸憔悴，双眼无神，双唇颤抖着，像一只受惊的小猫咪一般蜷缩着自己的肩膀。想必他一定是后悔认识刘汉这个人了。而原本低着头的刘汉发现我经过后，则抬起眼睛，一直盯着我路过，眼神里全是对我的怨念。张小琴，你可真厉害，我几10年的人生就此被你毁了。刘汉一脸无奈，他摇摇头，事到如今，他必然要承受挪用公款的后果。我走进去，弯下腰，眼睛直直地盯着他。其实我应该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应该没有活下去的勇气。你知道这5年我是靠什么撑下来的吗？是对你的仇恨。他的眼圈泛红，也许是愧疚于自己的举措，会让一连串的事情起了蝴蝶效应，小小的振翅却泛起了风起云涌。我露出了胜利的笑容。这场互相追逐、互相整活的游戏终于结束。后来听说刘汉挪用公款被判无期徒刑，林小慧帮忙洗钱被判3年有期徒刑。听到这些好消息，真是大快人心。我双手拍掌。经历过这些事情后，我也无心再留在职场发展了。我向公司递交了离职申请信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职场里鱼龙混杂，你争我抢。我现在手里面还有几百万，何必再混这趟浑水呢？从小到大，我从来都没去过别的城市，光是活着就已经很吃力了。趁现在有钱有闲，我想换一种生活方式。我把房子也卖出去了，好像一切又回到了一个原点。我孑然一身，天很蓝，云很美。我背上了我的行李，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将去游历祖国大好山河，去好好感受这个世界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